OK， 这个11假期也接近尾声了，不知道各位都去哪里逛逛了呢？今天我来简单分享一下我这3天游玩的状态，也正好还能光明正大的水一期视频。由于拍摄素材都是图片，所以我尽量叙述的明白一些。那么这一次的假期，我选择的出游地方是江苏连云港。当然了，不是因为有什么执念，完全是在刷视频的时候突然出现看到了，然后简单的看了一下，好像还行，就定了这个地方。我的出游时间预计是3天，主要还是因为机票时间限制。游玩的部分主要是以花果山和海上云台山为主。原本我是做了一个简易的计划清单，不过这个计划永远是赶不上变化就是了，所以定的是2号晚上和爱人一起在沈阳先住了一晚上，3号早上8点多的飞机直飞连云港。而且我还是第一次坐飞机，很多东西都不太了解，所以打出了足够的提前量，整个航行过程也就不到2个小时，非常快。落地就先打车去了民宿。连云港花果山机场离市区会很远，车费在这一次的旅行过程中算是一个比较大的开销。同时这里也是遇到了一些事情，我原本是直接在高德地图上叫的车，接单的人在机场楼下等着，并且有好几个人，我以为这样还挺方便，但是他让我取消订单，下单之后还要让我设定时间让他们抢，而滴滴打车到我要去的目的地是贵了20多块钱。本着不惯着这种臭毛病的原则，我还是选择在高德上叫车，也是有直接接单的，并且送到了目的地。那么同时这里我再分享一个我个人认为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案。连云港我认为主要的有2个景点，一个是花果山，另外一个是海上云台山附近这2大区域，所以住宿的时候可以选择一天在花果山附近，如果另外一天选择去游玩连岛和海上云台山的话，可以选择住在虚沟附近。我是3号计划去花果山，所以打车先到的花果山订的民宿，车费是70多，用时1个小时左右。我是在携程上订的花果山附近的民宿，但是最初我订的这个民宿地图上它搜不到，结果还能订。原本我以为这是隐藏起来的嘎腰子的地方，结果到地方才知道我住的这个民宿属于是他家的一个分店，所以相对来说可能地图上就比较隐蔽啊，这样才放下心来。连云港有类似于共享电动车一样的租车软件，但是节假日期间电动车只能在特定范围内活动，有点限制。第一天我是步行从民宿到的花果山底下，花果山我的整个游玩流程大概是5个小时，比较长，因为我是徒步上山的，算是有点执念，毕竟爬山嘛，自己一步一步登顶的成就感还是很棒的。山下有一个360极限飞球观影，挺有意思，一场10分钟左右，节假日的话人会有点多，需要排队。门口还有吃饭的地方，东西挺多，味道也还可以，就是食物与图片不是太相符，再加上景区地段物价会高一些，不过也还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。检票之后步行的话需要经过一段比较长的购物街，当然了也可以直接忽视走过去就可以。这个部分有2种选择，可以坐车到各个景点，或者直接徒步上山都可以。网上订票的时候我是建议把往返车票也给带上。原计划是徒步登顶，不过个人体力也确实不太行，我们2个人爬到中间的时候，最后看了一眼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想看日落，所以卯足了劲儿想登顶，但是最后太阳下山了，也还是没登上去，只能拍一下其他部分的日落，但是这个场景拍的我个人感觉也还不错。随后下来在雪莲洞部分乘坐汽车上山，花果山的游客也确实挺多，但是景区的观光车也比较足，一辆接着一辆，排队拥挤的问题，老实说我认为景区已经做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了，因为人确实多，即便是再加车，如果他再加车，那么那一大片地方车都停不下了。晚上下山经过商业街，10块钱一条的烤鱿鱼还是比较不错的，可以用来充个饥。虽然没完全把花果山的景点溜达全，但是沿途的风景也很不错，所以针对这个景点，我个人的建议是徒步和坐车穿插着来，一方面也不累，另一方面也能玩到位。第一天晚上真的就累得哪儿也不去了，消耗实在是太大了，直接订的外卖给民宿简单吃了一口就完事了。第2天先把房间退了，坐公交车来到了虚沟附近的宾馆放东西。按照计划今天是去海上云台山，还是一样的流程，打车到的景点。云台山的游客中心很大，但是人没有花果山的多，所以没有那么拥挤。但是这里需要注意，游客中心距离山脚下还有1.2公里，这一路上都是饭店和超市，有需求的话可以步行前进，没有需求我建议直接坐车到达山脚下。海上云台山整体的流程我做了一个总结，如果和我一样选择徒步登山的话，我的建议是先从山脚下步行到达法喜寺，然后剩下的流程坐车到达云台山的山顶景区，从法喜寺到达云台山山顶这一段路程几乎都是沿着公路在行走，我个人觉得没什么风景，所以这一段建议还是直接坐车。而且法喜寺那里就有观光车的停车点，到了山顶以后，剩下的游玩部分都可以步行前往。其中一个景点有一个冰瀑布，只有在冬天的时候能看见，非冬天去游玩可以忽视。
海上云台山整体的风景对比花果山会更好，游玩的过程心情也会很舒畅。那么这一次登云台山，我们两个也是恰好登到了山顶，而且云台山也并没有花果山的顶峰那么高，相对来说可能还好一些，并且山顶的风景以及这一些打卡点拍摄也很出片，所以我感觉这个地方还是很值得一来的。晚上下山之后坐车去连云港老街吃饭，这个地方的风格我是真的很喜欢，小吃也很多，而且可以买完吃的东西坐在老街下面的公路边上有一排座椅，可以一边看着连云站街道的景色一边吃饭，这个感觉真的是很惬意。顺带吐槽一下，老街里边有一个应该是比较出名的食品叫凉粉吧，应该是叫这个名字，就是这种一块一块的东西，怎么形容呢？用东北话来讲就是蘸了蒜酱油的饺子皮儿的味道，就是这么个感觉，很神奇。最后一天是晚上的飞机，加上2天2山完全徒步，精力和体力消耗真的是非常大，所以基本上只剩下半天的时间。最后的地点选择在了连岛景区，连岛景区就不建议步行了，直接坐车前往就可以。第一个到达的是大沙湾，我个人认为很不错的一个地方，沙滩也很细，海水也比较干净，是个不错的洗海澡的部分。同时在沙滩上挖一挖小动物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。最后的苏马湾对比之下会小点，风景基本上没差太多。中间有一个孔雀园，因为时间不够，所以这个真的就没有去逛。最后从连岛出来打车，差不多用了2个小时，回到了机场，坐飞机就回来了。由于计划编排有误和我个人过于执着徒步登山的想法，很多地方确实没走到。不过总结下来，连云港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适合游玩的部分。2个大地方，花果山和海上云台山，其次就是连岛，以这些地方为主进行游玩。吃饭首选的话，我是推荐连云港老街去逛一逛。住宿方面推荐以花果山附近和虚沟附近为主，当然了，经费够的话可以直接选择在景区旁边住。3天我们2个人整体游玩消费差不多3000左右，主要是打车费会多一些，景区门票和吃饭的开销反而不太大，如果是自驾游的话可能会更省一些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也算是给想去连云港游玩的朋友做个参考，同时也是想给自己这一次旅行留下一些美好的东西。